马来西亚华人爆料他在菲律宾诈骗的那些年。他爆料电信诈骗的老板、电诈成员以及诈骗的套路，因为亲眼看见很多无辜的家庭因为电信诈骗而摧毁。他的同事诈骗了一个印度人100万人民币，折算汇率后被骗的人自杀了。他的同事非常的自责，当时缴纳违约金辞职了。为了方便理解，就把他叫做张三吧。张三是一个厨师。2020年，张三去菲律宾旅游，因为疫情的爆发，他无法返回马来西亚。他为了有口饭吃，只能在当地找工作。中介以给他介绍工作为名，把他卖到菲律宾的电信诈骗园区。那个时候，他没有任何警惕，甚至中介和电诈人员当着他的面付款，他都没有在意。他在电信诈骗园区里当过普通诈骗人员，因为业绩好，甚至当上了小领导，也当过翻译。马来西亚人都会说英语，这是他当翻译的原因。3年来，他经历了几个诈骗园区，亲眼目睹里面的各种惨剧。他爆料诈骗团伙老板、诈骗成员以及他的经历。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。张三这个工作是通过中介找到的，签了1年的合同，合同到期后，他又找到之前的中介，他想找一个工资更高的工作。中介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跟他说，目前有一份工作，很辛苦，但待遇很好，月薪15000元人民币，合约期1年，食宿费全免，但如果干不够1年，需要支付违约金。工作地点在菲律宾马尼拉的郊区。事后张三才知道，所谓的工作地点是克拉克的一处电信诈骗窝点。张三一听公吃公住，月薪15000元，上哪找这样的好事？张三之前的客服工作，月薪1万元人民币，但既不包吃也不包住。两相对比，他果断选择更挣钱的工作了。人民币在菲律宾是不能流通的。张三最开始入职的工作是翻译，他之前在美国正规公司当客服的主要工作也是翻译，所以他才没有起疑心。张三的普通话和英语说得非常好，原因很简单，都是他的母语。美国公司虽然月薪也有1万元人民币，但是需要交税，需要自己租房子，自己吃饭，而这个公司给的15000元是税后，所以张三心动了，他果断从事这个工作。这次面试题非常简单，甚至都不能说是题，他们只问张三能不能听懂菲律宾人说话，完成日常的语言交流。张三说他之前在美国公司当客服的经历后，面试官直接通过了他的面试。很快的，面试官派人把张三送到了克拉克的诈骗园区。张三一下车傻眼了，因为他发现所谓的公司四周站着很多持枪的士兵。此时张三的心悬到嗓子眼了，一种叫做紧张的心情弥漫他的周身。工业园区的大门很大，进入后里面的厂区很多。他进入的工业园区里面有3个厂房，可以同时容纳几千人居住。张三说，这几千人都是干诈骗的。在克拉克乃至菲律宾有很多这样规模的公司，而且这些公司的老板无一例外都是中国人。即便在菲律宾电信诈骗也是犯法的，但他们却使用博彩的执照做幌子。张三进入公司后，住进了6人寝室，他和其他5个菲律宾做室友。第2天上班，领导给张三讲工作流程。他们这个公司主要诈骗的是印度人，用他们的话说是做印度盘口。因为印度人讲英语，而张三的英语很好，绝大多数马来西亚华人都掌握3门语言，所以这样很正常。菲律宾的电诈公司主要分成2种，一种是国内盘，一种是国际盘。国内盘定向目标骗中国人，而国际盘定向目标骗某一个国家的人。比如此时张三的公司专门骗印度人。这些诈骗公司有着严格的纪律，骗哪个国家的人就只骗那个国家的人，
如果国籍弄错了，他们会主动把钱退回去。当然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，或者他们有多善良，而只是他们不想给自己惹麻烦。比如，骗印度人的盘，当中国人打击电诈的时候，他们就不会被牵连。同样的道理，专门骗中国人的盘，如果印度政府组织打击行动，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正常营业。菲律宾的诈骗人员分成很多个公司，每个公司有明确的诈骗国家，但总体上讲，所有国家的人他们都会骗。印度盘的诈骗方式很简单，他们发布一种彩票，这是一种数字型彩票，需要猜中6个数字就可以获奖。他们先会让目标客户赚一些小钱，然后取得目标客户的信任后，他们会鼓动目标客户大量购买。这个时候，他们就会告诉错误的开奖号码。总之就是先让上当的人赚一些小钱，然后再从他们身上狠狠赚一笔。当然，有极少数人赚一笔就走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他们养羊的过程至少2个月起步，最多半年。前期为了取得信任，会让肥羊间歇性地赚几次钱，后期连本带利全部收回。这种诈骗时间投入非常的长，但回报也非常的高。每一个诈骗目标的身价，他们都事先调查好了。张三说，他开始从事的翻译工作，主要起到连接的作用。他用英语把中国的诈骗分子和印度的被骗者联系在一起。菲律宾的诈骗分子80%以上是被骗出国的中国人，10%是马来西亚人，另外10%是台湾等东南亚的人。但菲律宾本地人不参与其中，就算他们想加入诈骗园区也不要。原因是为了防止其他国家打击。大多数中国人都是从云南边境偷渡过去的，而且他们偷渡之前也知道从事的工作是电信诈骗，但为了发财，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这个行当。但是一旦被人发现或者混不下去，他们就会说自己被绑架等等，目的很简单，只是为了逃脱法律的处罚。张三说，他所在的园区新区的人保底工资8000元1个月，如果1个月成功诈骗1万美元以上，也就是7万元人民币，诈骗者会获得7%的返利，而且这些人必须干够1年，才能从诈骗园区走出来。但如果干不到1年的，需要交7、8万元的违约金才能出来。菲律宾的电信诈骗公司和缅甸北部的唯一区别在于，菲律宾公司不会嘎腰子，这主要是因为菲律宾政府存在的原因。当地政府不管电信诈骗公司怎么搞，不能搞出人命，也不能搞人体器官买卖。缅北就不一样了，当地没有政府，电信诈骗和当地军阀穿一条裤子。而且进入缅甸北部诈骗的人越能赚钱，就越走不出来，而不能赚钱的人直接嘎腰子卖钱。在中国，有很多人说是把人介绍到菲律宾工作，其实是卖到了缅甸北部。那些有业绩会骗人的人，1个月能赚10万人民币。张三说，在他进入诈骗园区3天之后，他本想逃跑，但他的领导给他们培训的时候明明白白告诉他们，这里就是诈骗公司，介绍他们来的人已经把他们卖了。他们想要出去有2条路，一条是支付7万人民币的违约金，另外一条是老老实实在园区干满1年，合约到期后他们就可以自行离开。张三举目无亲，根本没有钱支付违约金，于是他只能在那里死等。当有人通过文字加好友的时候，他们再通过假冒裸聊的方式骗取受害者的钱财。如果他们发现大鱼，会雇佣菲律宾当地的模特和大鱼正常视频，取得信任。张三说，对于诈骗目标有2种处理方法，一种是没钱的普通人，这样的人他们会采用恐吓威胁的方法勒索钱。他们对付这样的人，一般让受骗者下一款软件，大多数软件都是非官方的，但如果被骗者要求使用官方的软件，他们也是可以的。但这里2者的使用方法不同。如果是非官方的 App，
他们要求受害者自己注册，然后再找女孩和她裸聊。当然，菲律宾电信诈骗的裸聊女孩是假的，都是通过那种网站上下载的视频。但缅甸北部的裸聊女孩是真的。当受害者下载相应软件后，软件中的病毒会获取受害者的通讯录，然后他们通过通讯录对受害者进行敲诈。诈骗团伙对于有钱的人则选择了另外一种方法，他们通过语言的试探或者植入手机的病毒，了解到对方很有钱的时候，他们就会选择雇佣一个真正的美女，让她和诈骗目标正常视频，然后再找各种借口结束视频。之后他们会通过泄密的方式让诈骗目标购买比特币、以太坊等虚拟货币，当然也有石油微盘的，主要就是金融产品，让他们出资赚钱。同样的道理，开始的时候让他们赚些小钱，能提出来的那种，然后告诉他们一个大秘密，让他们出大量的钱，这样就成功骗取他的钱了。对于穷人，使用套路是买彩票，而对于富人使用的套路是理财。穷人都想一夜暴富，所以彩票是最好的选择，而富人则相信理财，所以资金盘、虚拟货币、基金是最好的选择。对于好色之徒，则直接通过美色敲诈他。总之，只要对钱贪心的，用高额回报骗他；对美色贪心的，用裸聊骗他。这就是利用人性骗钱。诈骗分子使用虚拟货币骗人的套路不高明，但却有很多人自愿中招。主要流程是，他们和诈骗目标连上线后，通过几天的互动，培养一定的信任感，然后再泄露2个小秘密，让他们赚一点小钱，一般几百块。对方赚了几百块钱后，非常的开心。当他听说第3次能赚一把大的，一定会出很多钱的。当然，如果诈骗分子发现他诈骗目标投入的钱依然是几百块钱，他们还会让他再赚一次钱。一般人赚到3次钱后，基本上就没有戒心了，而此时再动员他买一笔大的，这次就把他所有的钱都套牢，此时连本带利都会全部赚回来。也有少数人很精明，或者说他们就是专业薅羊毛的，但这样的人毕竟还是少，赔得少赚得多，这件事就可以做。有些人说骗子骗人的都是假的交易所，其实就算真的交易所，他们也是可以骗人的。他们为了骗人，可以在交易所上加一个山寨的数字货币，这款数字货币没有人购买，只有目标韭菜会购买。韭菜前2次赚的钱都是庄家自导自演的，第3次才真正收割他们。可能有些人说，难道骗子会专门为了他一个人控制山寨货币的涨落吗？当然不是一个人，每次他们同时找到很多人，这些人中只要成功骗到一个人，那么就算其他所有人都失败了，那么也是赚钱的。他们能操控的虚拟货币种类有很多，比如狗狗币、比特币、以太坊等等。当然，他们操作的不是大盘，而是这些币种的一款对应山寨币。懂得自然懂。比如周六晒牛排，他和一群女孩吃牛排；周日晒旅游，一群人去哪里旅游；周一晒工作，精致的写字楼等等，就是无时无刻不在炫耀富贵而上等的生活。这样的人，穷人看了会羡慕，富人看了会认为他和自己是一个层次的人，但这只是取得诈骗目标相信的一出戏而已。这些剧本有专门的公司专门编好了，他们只需要购买，然后自己配照片就可以了。女孩在取得对方信任后，逐步透露自己认识内部的人，可以赚钱。颜控和同情会让很多人迷失判断。这种骗局看似粗浅，但大多数男人都会上当，甚至有些女人也会上当。张三说，新手会主动要求诈骗目标和他一起赚钱，但高手则会通过不停地晒赚钱的截图来勾引诈骗目标。如果他们忍不住自己问的时候更好，如果他们不问，
那拉扯1个礼拜后，可以在谈话中淡淡地提自己赚多少钱。一般10个人，有9个人都会参与购买的。女孩还可以晒图，去逛奢侈品店，比如拍摄名表的照片，询问客户是否要。当然不是真的给，而是要向他展示你的财力，让他相信你能带着他赚钱。人的贪心一旦出来，脑子就停止思考了。当人的眼睛一红，心就黑了。张三说，当剧本内容聊光了，需要结合自己的特点，展示自己的消费实力。比如张三是一个厨师，他见过很多奢侈的菜，所以他冒充美女的时候，一般都会说自己吃过什么什么菜，那菜是什么味道的，甚至他还能说这菜是怎么制作的，用什么样的火候合适。因为张三真的会。但如果换成一个对菜不了解的人，很多菜，别说味道，他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，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赚到钱呢？想要骗到钱，先要让对方认为你很有钱，这样对方才会心甘情愿地相信你。张三本来是翻译，不需要聊天，但因为人手不足，领班的让他兼职顶1个人。他轻轻松松聊成2单，一单3万人民币，另外一单2万人民币。原本他认为这样的生活也不错，但发生在同事身上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。他的同事聊了一个大单，一次性从印度人手里赚了100万人民币，当然这是按照汇率折算后的。他的同事原本很高兴，100万按照 7% 提成，提成有7万人民币。但第2天听说了那个被骗的人跳河自杀了。张三的同事备受打击，他当时用赚来的7万元提成当违约金，当月的底薪也不要了，直接离开了。这件事对张三的触动也很大，他当时觉得不再兼职，而是一心一意地当翻译。当1年结束后，他果断地离开了那家电信诈骗公司。张三表示，没干够1年的人，他们身上有违约金，是不可以出园区的，但干满1年的老员工可以随便出去。这也很好理解，当工作满1年了，身上已经有很多诈骗案，就算他们逃出去也不会举报，毕竟举报后他们自己也会受到牵连。张三说，菲律宾电诈人员如果完不成业绩，领导先会找专门的人给他们培训，查看他们的聊天记录，找到哪里有问题，然后针对性解决。针对性帮助没用后，他们开始使用体罚的方式对付他们，让他们提着2桶水反复上下10楼，一直到他们走不动为止。如果这个招式还不管用，就用电棍。对于那种实在完不成业绩的人，老板只能扣除他们的工资，让他们混满1年，然后撵走。菲律宾的电诈公司不敢干嘎腰子的事情，这是菲律宾政府的最后底线。但缅甸北部的人可不管你什么底线，只要能赚钱。张三说，菲律宾的电诈公司之所以有底线，是因为他们被菲律宾政府处罚过。2年前，印尼的人大规模举报菲律宾的电诈公司，当地警察出动，解救了几千人，并且强制要求电信诈骗公司给被骗的员工开工资，这是他们显得很人性的原因。其实不是他们仁慈，而是因为害怕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故事哦。再会。